伯母生死当时，我的夫君正在郊外演武赏月，为他的白月光庆生。呀，嫂嫂，我来护住母亲，你快去军营找我哥。格杀勿论。娘，瑶儿，瑶儿，瑶儿，君儿，幸好你没事。嫂嫂，以后你要替我和母亲好好活下去。瑶儿，瑶儿，不要！是我没能救回娘和瑶儿。确实没用，若不是你嫉妒昭昭，他一回来，他怎会在郊外被山匪杀害？就应该让你给昭昭陪葬。伯母是你亲母，瑶儿是你亲妹，他们身死你没有一丝伤感，可苦你带走士兵的亲人死了，你却如此悲痛，甚至还要杀死发妻。才不是我的发妻，若不是我娘逼迫，我才不会娶你。爸爸早点去死。只有昭昭才是我此生挚爱。我已禀告陛下，是你因为嫉妒勾结山匪，才导致城内死伤无数。你竟然把你的错全推到我身上！不然呢？难不成要本将军去刑场受刑吗？罪妇沈君为争宠，勾结山匪，害死婆母小姑，导致城内死伤无数。陛下降旨，将沈君即刻斩首。今日便由本将军亲自行刑，替天行道。去死吧，贱妇！杀了他！毒死杀得好！杀了他！该死！这是活该！我重生了！杀！嫂嫂，山匪突袭，你快去找我哥！我真的重生了，重生回了山匪突袭的那天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改写上一世的结局，保住婆母和瑶儿。快，立刻去隔壁军营，请镇国公出兵支援。你请镇国公干什么？我哥所在的军营离得更近，支援更及时。你哥他不会来的。杀呀！杀！这簪子是我哥送我的生辰礼，你带着他去找我哥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不，来不及了，你快带着我嫂去找我哥，快！重生一世，难道我还是改变不了前世的结局吗？昭昭，今日演武，看得可还开心啊？当然，林哥哥对昭昭最好了，只可惜没能亲眼看到林哥哥舞剑的风采。好，既然你想看，那我就亲自下场舞给你看。报！将军，夫人来军营，说有急事要见你。他能有什么事情？不见。是。林哥哥，要不你还是见姐姐一面吧，万一她真的有什么要事呢？还是昭昭懂事。不过我也答应你陪你过完生辰，就算是这天塌下来，我也不会让别人打扰我们的。林哥哥，你真好。报！夫人带着小姐的簪子求见，说是事关老夫人和小姐的性命。这个沈君到底要干什么？带上来。县令，我和娘在祈福回城的路上被山匪突袭，瑶儿带着家丁前来支援，可是不敌山匪，我也在旦夕。这是瑶儿给我的信物，你快带兵前去支援。你还在等什么？若再拖延，娘和瑶儿恐怕就……够了，沈君，你为了打扰我和昭昭约会，竟然偷走我送给瑶儿的簪子，还编造这种借口来骗我。县令，
你在说什么？你可以瞧不起我出身低微，但你怎么能诬陷我偷窃呢？林哥哥，昭昭不要你陪了，姐姐一定是太想你了，所以才说谎的。你要不还是跟姐姐回去吧。若是你因为昭昭同姐姐生出嫌隙，昭昭可担不起这罪责。还是昭昭懂事。沈君，你身为将军夫人，如此善妒狭隘，成何体统？你如果再撒谎，打扰昭昭兴致的话，本将军现在就休了你。来人呐！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是。不是这样的，谢灵，娘和瑶儿是为了去仙国寺给你祈福，他们被袭的地方离你的军营不过半炷香的路程，难道娘和瑶儿的性命就不值得你亲自去一趟吗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灵儿啊，娘想过几日去兴国寺一趟，给你和君儿求一道平安符。娘和瑶是从兴国寺回来的路上遇到的山匪。林哥哥，那日我们来军营的路上，分明看到去往兴国寺的马车是沈家的马车，根本就不是伯母和瑶儿。该不会姐姐是想让你出兵去救她的娘家人吧？原来如此，沈君，你真是打得好算盘，想用我娘和我妹妹的名义去救你那上不了台面的娘家人。谢灵，你偏听偏信，你会后悔的。姐姐的娘家人只不过是平民，若是让林哥哥出军去相救，未免也太招摇了些吧？哎，姐姐，你赶紧去官府报官吧，若拖得太晚，他们恐怕就没命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出去！谢灵，等你知道真相，希望你别后悔。昨日我被扔出军营后，就立刻赶回了贝溪地，却没料到山匪早已将娘和瑶儿掳走。夫人，小姐用银钱和山匪周旋，山匪最终掳走了老夫人和小姐，要求3日后将军府凑齐100两黄金，要钱赎人。既然娘和瑶儿还活着，我一定要凑够银两，救回他们。夫人不好了，山匪传来急信，要我们立刻把赎金送到城外，不然就是杀了老夫人和大小姐。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？哎呀，夫人，那些山匪一向狡诈，您这样孤身前去，万一遇到危险该怎么办呢？不如我们再去找将军，让将军陪您去吧。谢灵不会陪我去的，既然山匪贪财，那娘和瑶儿就暂无性命之忧。快，带上钱和人手，我们立刻去救人。哎呀，是。剩下赎金都在车上，赶紧放了我娘和我妹妹。你还挺识趣儿。你在这里等着，等我们老大清点完赎金，自然会放人。希望你们言而有信。好。娘、瑶儿，你们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哎呦，少夫人，你说这一夜都快过去了，山匪会不会不讲信用，收了银子不放人呢？不会的，娘和瑶儿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少夫人快看，是老夫人跟小姐。娘，瑶儿，娘，瑶儿。瑶儿这是……夫人，小姐她为了保护老夫人，被山贼玷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娘，瑶儿，君儿，谢灵呢？她怎么放任你一个女人家来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？伯母现在身体很虚弱，若是让她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愿意出兵相救，想必会加重兵劫，因此丧命。娘，谢灵军中有要事，所以他来不了。好孩子，你别瞒我了，
我昨日看到他带着陆昭昭跑了，是他对不住你。娘，您别激动，您一定会没事的。娟儿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，娘快死了，护不住你了。你若是想要和离，就带着娘的嫁妆走吧。娘，你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到城里了。我这就去请最好的大夫。找2个女眷去给瑶儿洗漱一番，换身新衣裳。是。等等，少夫人，还有什么事？吩咐下去，瑶儿的事任何人不许说出去，否则杖毙。是。大夫，我娘的病情如何？夫人，恕小人无能为力。老夫人伤势太重，恐无力回天呐。为什么？难道重活一世，我还是救不了娘吗？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娘吧！夫人，万万不可！我已经用参片暂时吊住了老夫人的命，但只能保1个时辰。要想救活她，必须请到宫中的御医。好，娘，你别急，我这就去宫中请御医给你看病。夫人切记，一定要在1个时辰内把王太医带回来，这样老夫人才能有活下去的可能。好，我一定尽快回来。夫人，按照律法，只有受封在身的命妇才能递牌子进宫。可早在数月前，将军已经将诰命夫人请给了陆昭昭，现下将军正在陆府陪着陆昭昭呢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请御医。县令，你快开门！婆婆受了重伤，性命危在旦夕，快开门！县令，谢将军平日里不是最孝顺的母亲了吗？怎么母亲受伤也不理会啊？就是啊，县令，我知道你喜欢陆昭昭，只要你开门，我可以与你和离。将军夫人为了自己的婆母都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可将军却还躲在里面想清醒，真是不仁不孝。就是，快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县令，沈君，怎么又是你？真是没完没了。县令，娘快不行了，你快请御医吧，求你了，县令。沈君，你为了给你娘治病，用我娘做借口，真是无耻。我是不会给你找御医的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看，娘，还好我一早就知道县令不会轻易信我。县令以为被掳走的是我娘家人，如果我这样去的话，空口白牙，他肯定不会相信我。娘，借您的佛珠一用。君儿拿去便是。娘，沈君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沈君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娘快不行了，你快请御医吧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能为了救你娘的病，连谢伯母的佛珠都偷啊？昭昭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的病还没好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林哥哥，昨日用了王太医的药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县令，你昨日请过太医了。沈君，你明明知道昭昭受伤需要我在身边，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事，甚至用我娘的性命诓骗于我，你简直不配为将军夫人。县令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为什么就不愿意亲自去看一眼？林哥哥，要不你还是跟姐姐回去吧。昭昭也不忍心看你与姐姐闹到如此地步。县令，陆昭昭一个小小的扭伤，你都寸步不离，你娘危在旦夕了，你都不愿意回去看她一眼，你简直不配为人。贱妇，说什么？来人，压住他！沈君，林哥哥最信任的人就是我，无论你怎么说，林哥哥也只会信我。给我打！难道重来一世，还是救不回爱我若千里的婆母？住手！你们在干嘛？哥，
你快跟我回家！娘她快断气了！谢瑶，你怎么和他一起来骗我？你之前跟他一起欺负昭昭也就算了，今天你竟然咒娘快死了！我没有骗你，哥，我和娘真的被山匪掳走了，我也被山匪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怎么嫁人呐？住口！你早已经跟国公府的世子定下亲事，现在为了帮他，竟然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，你拿我将军府的颜面置于何地？县令，这是你的亲妹妹，你不信她的话就算了，你还动手打她！瑶儿妹妹，女儿家可不能乱说话，这沈君还真是恶心。为了让林哥哥回去，竟然教你自毁清白来吸引目光，都是因为你。自从他跟你在一起之后，他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你教的尽是一些招惹男人的下作手段。谢瑶，以后少跟沈君混在一起，多学学昭昭的贤良淑德。学他怎么勾引有妇之夫吗？哥哥是让我向陆昭昭学怎么勾引有妇之夫吗？住口！你休要诋毁昭昭。林哥哥，既然你们谢家如此不待见我，那我走便是了。快，给昭昭道歉！陆昭昭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在战场上捡死人财物过活的村妇，不过是靠我哥哥位高权重，才将他救起，想以此享荣华富贵。林哥哥，这话要是传出去了，昭昭以后还怎么活呀？boss， 谢瑶，我平常就这么教你的吗？妹妹呀，县令，你做什么？这怎么下得去手啊？没事吧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赶紧给我滚回家去！县令，你为了一个外甥如此对待自己的亲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走，瑶儿，我们回家，我们以后就当没有这个哥哥。该死的谢瑶，竟然将我之前的事调查得这么清楚，被山匪玷污了清白是吧？走，瑶儿，我们回家。谢瑶，以后你少跟你嫂嫂学这些勾引男人的下作手段。还有，若是你当真婚前失贞，就该一死了之，免得玷污谢家门楣。小娘子，你见过头了都没有？别过来！瑶儿，你别怕，我在。陆昭昭，我撕了你的嘴！林哥哥，昭昭的脚好痛，你帮昭昭上药好不好？好，真是个疯女人。县令，你为了一个外人如此对待自己的亲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少夫人不好了，老夫人快不行了。娘，君儿，你不要恨灵儿。娘，灵儿长大以后要做保家卫国的大将军，等以后保护你和妹妹。好孩子，都怪娘没把儿子教育好，才害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娘，对不起你。娘，不是您的错，是县令受到陆昭昭的蛊惑才会变成这样的。瑶儿，娘，我在。瑶儿在，以后你跟着嫂嫂好好的生活，娘不能陪你了。小姐，瑶儿，你醒醒！少夫人，小姐并无大碍，只是一时激动，昏晕了过去。
这是老夫人让我交给您的信。老夫人呐，去将婆母去世的消息告诉你们将军。是。您安息，我一定会让伤害你们的人付出代价。瑶儿，吃点东西吧。曾经那个活泼可爱的，总是围着我家嫂嫂的小姑娘，如今却只剩一副躯壳。启禀少夫人，赵国公世子来了，说是来探望小姐。赵倩来了。是，世子来看你了。不知道赵倩见到瑶儿这副模样，她愿不愿意接受这门婚事？瑶儿想见她吗？若是不想，嫂嫂便将她打发了。嫂嫂，你先去吧，我想洗漱一番。好。告诉世子，请他在前厅稍候，我这就去见他。是。你若当真婚情失真，那不如一死了之，免得脏污了谢家的门楣。世子，夫人，天文府上遭逢变故，城中传言纷纭，有人说刘老夫人和小姐被山匪掳走。是这样的，老夫人已经去世了。那瑶儿可还安好？瑶儿她受到了惊吓，并无大碍。我可否去看看瑶儿？世子，请随我来。世子，瑶儿被山匪吓到了，希望世子不要提起山匪之事。好。瑶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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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嫂，原谅瑶儿先离你而去，瑶儿自知无颜面对赵倩，只能用这种方式与你们告别。嫂嫂，我新学的凌云计，给你输个好不好？就当是提前练手，等我出嫁的时候也好输得美美的。嫂嫂，这是城南新出的糕点，你快尝尝。听说是用当季最新鲜的食材做的，可好吃了。瑶儿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才17岁，还有那么多好日子没有过，你怎么就……谢夫人，瑶儿为何要自尽？瑶儿她被山匪掳走后，被山匪夺走了清白。谢灵呢？他身为将军，他母亲和小妹在山匪手中，他不去救吗？少夫人，你的伤怎么回事？谢灵呢？老奴，哎呀，老奴去向将军报信，将军根本不信，说是我有夫人串通好，骗他回来。他一怒之下，
便将我打了出来呀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，他要陪陆小姐游湖赏花，即便是老夫人死了，也别去烦她，让少夫人您自己操办呀。什么？什么？谢灵，他还是人吗？母亲已经去世了，他竟然还想着跟别的女人风花雪月，我要去找他算账。世子，别去了，没有用的，娘和瑶儿都回不来了。我们还是先好好安葬他们吧。自从嫁进将军府以来，也就只有婆婆和小姑对我好，而他们却相继离我而去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真凶，替你们报仇。谢家族长前来吊唁。谢家这是遭了什么孽呀？好好的2条人命，说没就没了。谢灵怎么不在？自己母亲和妹妹的葬礼，他竟然不露面。将军说要陪陆小姐赏花，老夫人葬礼由少夫人打理。什么？这个不孝子听见母亲和小妹被山匪掳劫，竟然不去救人，还把给刘老夫人治病的机会给了陆昭昭那个外人。快把那个不孝子给我找来，我要让他跪在这里忏悔。没用的，谢灵书记说陆昭昭蛊惑太深，谁的话他都不信。赵世子前来吊唁。瑶儿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世子，节哀。沈夫人，昨日我为给瑶儿报仇，带人上山擒住了那几个山匪。山匪说，是有人指使他们劫了马车。有人指使？婆母平时与人无冤无仇，是何人想要害他们？山匪说，记下了那个人的模样，线下画师通过口述画了出来，你看看是否认识？是他！是他！沈夫人认识他？她就是我夫君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那个女人，陆昭昭。夫君，你的伤还没好，怎么就下床了？娘，孩儿在战场上遇难，是昭昭拼死将我救回，我想娶昭昭为妻。什么？我不同意！没想到，就因为我婆母不同意她嫁入将军府，她就策划这一切要害死他们。没想到此女竟如此心狠手辣！管家，速速准备马匹。是。世子，劳烦你即刻前往官府，带上官兵和那名山匪，前往城南陆府捉拿他。我先去会会他，绝不能让他逃脱。君儿，你一人前去太危险了。我等不了了，婆母和瑶儿在天之灵，容不得我有半分迟疑。今日定让他血债血偿。真坏。哎，昭昭，今日游玩可还开心啊？有林哥哥陪着昭昭，昭昭很开心。好一对璧人！沈君，干什么？沈君，你疯了！林哥哥救我！沈君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发疯！娘和妹妹死了，你倒好，在这里和这个贱人逍遥快活。谢灵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哼，沈君，我当是什么事呢？你娘死了，你不回去奔丧，来这儿撒什么野啊？沈君这个贱人，
竟然敢打我！林哥哥，姐姐一定是看不惯林哥哥一直陪着昭昭，所以才这样的吧？陆昭昭，你现在还在装蒜！沈君，昭昭腿上有伤，我留在这陪她怎么了？不要再闹了，赶紧给我滚！谢灵，是婆母和瑶儿，是他们死了。说什么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就算是再生气，也不能拿伯母的性命和瑶儿妹妹的性命开玩笑吧？沈君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娘家人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。你若是再以我娘为借口，休怪我不客气。谢灵，你可知道，婆母去世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门外，就是希望你能来看她一眼。可你呢？你只顾着陪这个陆昭昭，小妹她还那么小，她马上就要跟国公府的世子成亲了，就因为你不肯去救他们，害得她被山匪欺辱，最后上吊身亡。姐姐为了让林哥哥回去，真是编了一段好感人的故事。沈君，你不要再撒谎了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谢灵，你真是太愚蠢了！你知道这一切是谁安排的吗？是他，是你最宠爱的陆昭昭，是他跟山匪勾结，绑了你娘和妹妹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呢？昭昭每日只是在府中等林哥哥回来，从未踏出过房门，怎么会认识山匪？更别说勾结山匪绑架了。沈君，我真没想到你的嫉妒之心竟如此之重，竟然能编出这种瞎话。谢灵，你的脑子不如喂给山里的野兽，放在你身上简直是多余。说我没有脑子，住手！谢大将军，你好大的威风！为了一个外室，竟然要打自己的原配妻子。赵谦，他怎么来了？世子，世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是这个女人为了争宠，竟撒下弥天大谎，说我娘和我妹妹去世了，还说是昭昭勾结的山匪陷害了他们，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争宠？我什么时候跟陆昭昭争过宠？你自从战场回来，大多数时候都待在陆府，我什么时候来跟他要过人？定是你之前就一直在隐忍，看我如今宠爱昭昭，便心生妒忌，出此毒计。我告诉你，你休想得逞。世子，这是我谢家家事，还请你不要插手。你还在执迷不悟？你娘和瑶儿已经被这个女人给害死了，你到底还要护这个女人到什么时候？世子，你莫要再拿我家人性命开玩笑，否则休怪我翻脸。好，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来人，把犯人押上来。这就是和陆昭昭勾结，拐走你娘和瑶儿的山匪。既然他们都觉得是我干的，那我就以死明志，省得他们再这样羞辱我。昭昭，你是这世间少有的至纯至真的女子，我不会允许他们这样诬陷你的。你放心，哪怕不择手段，我也一定让他们说出真相，还你清白。快说，敢有贪污，将你们五马分尸！连这种小事你都办不好，你知不知道你杀的是谁啊？当时天太黑，根本看不清，只是瞧他长得不错。哎呀，人你看不清楚，钱你倒数得一清二楚。这件事情我可以放你一马，但是如果有人问起，你就报沈君的名字。你但凡敢多说一句，你那山脚下腿脚不便的老娘，我就让她提早归西。是。沈君，你真以为你能抓住我的把柄吗？这次你死定了！你到底是受谁指使？说！是，快说！是他！是他！我是被污蔑的，林哥哥，他们污蔑我的，你要相信我。陆昭昭，人证在此，你还想狡辩不成？去看看那山匪可还有亲人，保护起来。是。陆昭昭，事实在此，你狡辩不得。林哥哥，为什么姐姐总是想要陷害我呢？我相信你，沈君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，使得世子听信于你，但是今日你们休想栽赃昭昭。你身为谢府主母，不在家里相夫教子，
反而再次颠倒黑白。我看你分明就是在摆脱罪责，嫁祸昭昭。谢灵，你娘和瑶儿都已经被这个女人给害死了，你还要接济她的一面之词吗？林哥哥，都是我的错。前日世子跟姐姐一起污蔑于我，我这做妹妹的我也认了，你莫生气。昭昭，你从来都是这般一直为别人着想，可是旁人只会一味的欺负你。林哥哥，谁让我非正室呢？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昭昭，你这般懂事，步步退让，可总有人不知感恩，步步紧逼。陆昭昭，你把谢灵蒙在鼓里，午夜梦回，你就不怕恶鬼上门吗？够了，沈君，你现在就跟我去官府，趁早认罪，我还能给你求求情。你居然想让我认罪！贱妇，你为了跟昭昭争宠，不惜勾结山匪，使百姓遭难，让小妹重伤，你居然还如此理直气壮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娶了你这个毒妇！谢灵，这是杀害你娘和妹妹幕后主使的画像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谁？谢灵，你娘和瑶儿因他去世，你却护着这个凶手，当真是狼心狗肺！不是的，这一定是他们找画师串通好陷害我的。污蔑，这是污蔑！你个贱妇，没想到你为了诬陷昭昭，连这种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啊！山匪的口供你不信，画像为真你也不信，那你告诉我，杀害你娘和妹妹幕后的真凶到底是谁？恐怕你也不知道吧？你只是为了让我去顶罪，是不是？谢灵，你身为将军，因为陆昭昭生辰，你便带全城的士兵去郊外训练场，结果引得百姓惨遭屠杀。现在你既不想让陆昭昭受到委屈，也不想担责，还想让我去顶罪，你配当一军之长吗？贱人，我是你丈夫！你竟然敢污蔑我！那日我分明看见山匪进了你沈家的马车，沈君，你还敢说你跟山匪没有关系？我看分明就是你勾结山匪，还在这里嘴硬狡辩。为什么上了我们家的马车就一定是勾结，而不是惨遭劫杀？谢灵，你可知道那是你们谢府的马车坏了，可你娘和妹妹为了去给你祈福，借用了我们沈家的马车。如果那日你去救的话，就不会让陆昭昭的奸计得逞了。林哥哥，今日姐姐若是非要将这名号嫁祸给我的话，那我便认下了。你够了！你们一而再，再而三用我小妹的性命诓骗于我，你们当真以为我镇国府将军的名号是摆设吗？沈君执意不肯认罪，一心要害昭昭，绝不能让他有机会上公堂栽赃昭昭。世子，世子，我们是大理寺的，接个报案，哪位是陆昭昭？他就是陆昭昭。不是我是被冤枉的。哪人？放肆！将军府的事情还轮不到大理寺插手。哼！将军请看，这是赵国公世子递上的状纸，附山匪供词画押，人证物证俱在。陆昭昭勾引山匪，谋害父命，证据确凿，我大理寺奉旨缉人。哪人？是。不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昭昭，将军若有异议，何在上诉？沈君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害得昭昭入狱，你简直无药可救！瑶儿，陷害你们的凶手已经被抓了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君儿，你都跪了一夜了，去歇会儿吧。娘，君儿，娘知道你伤心，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替他们抓到了陆昭昭，也算是替他们报仇了。娘，我知道，可我这心里总是不安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别多想了，快去歇一会儿吧。沈夫人，不好了！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昨天晚上抓的山匪一夜暴毙，就连画师都死了，口供抢得急，就剩这点了。得罪人，能这样费心费力毁掉证据，
除了护着陆昭昭的谢灵，还能有谁？昭昭，你快走吧。这沈君估计是因为他娘离世得了失心疯，非要加害于你。林哥哥，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？我当然愿意相信你了。你这么善良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沈君，没想到吧？就是拿出证据又怎么办？林哥哥还是会信我。好了，快上马车吧。等我处理完一切，就接你回来。好。站住！站住！谢灵，你若是想送他走，便从我身上压过去。疯妇，干什么？就这么点小事，非要惹到人尽皆知吗？哎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其他隐瞒吗？这些山匪是不是你杀的？那个画师是不是你杀的？你是不是知道陆昭昭犯的事，所以想送他走，替他避风？谢将军竟然放过杀人犯！听说这是陆昭昭设计，勾结山匪，害死了将军夫人的母亲。没想到啊，谢将军如此不孝，对待杀害自己岳母的凶手如此包庇。沈君，那山匪不是杀了你娘吗？我把他杀了，正好给你报仇了。你为何非要揪着昭昭不放？原来在他心，死的若真是我娘家人，便连凶手都能轻易放过。他护的从来都不是真相，只是他那扭曲的偏袒。谢灵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不许走！我就算是告御状，也要把你们拉下水！天天告什么告啊！我只是送他回江南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。你先回去。你不用回来了，谢灵，我要与你和离。若是沈君与谢灵和离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嫁入将军府了？林哥哥，和离也好啊，姐姐这样的人品确实配不上你。什么叫和离也好？我们家的事情还轮不到外人插嘴。沈君，和不和离也要我说了才算。你跟我和离之后，就你这副样子，谁还会要你？况且娘跟小妹跟你关系甚好，跟我和离，你怕是再也无法跟他们朝夕相处了。你舍得吗？娘和妹妹已经死了，你也是凶手。他们是为了给你祈福才被山匪杀死，你明明已经见到他们了，可是你不肯救他们。这只是娘写的，难道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林哥哥，你别信他说的话，姐姐她向来心机深沉，说不定这个也是她伪造出来骗你的。对，这肯定是你伪造的。沈君，你为了陷害昭昭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！怎么直接把信给撕了？谢灵，你干什么？这是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沈君，他伪造的，你演的可还真像呢。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跟我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看看棺材里躺的到底是谁？谢灵，你好好看看。娘，哎，林哥哥，姐姐母亲的灵堂怎么能设置在将军府呢？这不合礼数啊！按规矩来说，外姓女眷的丧事应该在沈家办才是啊。昭昭说的对，你把你娘的灵堂设置在将军府，成何体统？住口！你个贱人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姐姐，闭嘴！放肆！昭昭只是实话实说，你打她作甚？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动手打你吗？我住手！娘，您怎么？谢灵，你这是作甚？我女儿好声好气跟你说话，你却动手打人。亲家的丧事你不操心也就罢了，竟然为了个外人动手打自己媳妇。林哥哥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这个不孝子，竟然还有脸回来！不可能，你是在骗我，你们都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谢灵，
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是在骗你？你当真是不忠不孝！我不信，这一切都是沈君的阴谋。我要看官也是。娘，县令，事到如今，你终于肯相信了吗？你娘去给你祈福时，你在陪着陆昭昭看演武；你娘被山匪劫持时，你视而不见；你娘临终时，你又在陪着陆昭昭赏花。现在回来装孝子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沈君，你为何不与我说清，让我连我娘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？县令，伯母被山匪劫持，我让你带兵去救你，不信；伯母重伤，我让你去请御医，你也不信。直到伯母去世，我让人去请你，你还是不信。也是，你心里只有陆昭昭，你也只信陆昭昭。来人，上家法！今日我便要打死你这个不忠不孝之人！第一鞭，打你不孝，母亲病重，你却只顾风花雪月；第二鞭，我打你不仁。如今谢灵已然成为众矢之的，路遇山匪劫车，却置之不理。下一个被打的就是我。第三鞭，我打你不义，家有贤妻，却只听信外室的谗言，如此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，你可知错？不好了，陆昭昭逃了！沈夫人不必担心，带进来。刚才我来时见陆昭昭想往外跑，于是就将她带了进来。谢灵，你可看见了？这就是你一直护着的人，在你受难时，他却只想着逃跑。不是的，我没有逃跑，我只是不忍心看林哥哥挨打，所以我才出去的。陆昭昭，今日你必须为婆母和瑶儿的死付出代价。给我打！我看谁敢！林哥哥，不是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你说过你会保护我一辈子的。就算母亲和瑶儿真的说，可昭昭对我却是真心的。县令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她吗？相信昭昭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谢灵，好你个眼盲心瞎的逆子！今日我便要将你逐出谢家族谱，从此以后不得认祖归宗。林哥哥，这个是我从伯母灵堂里找到的，你看。没想到，这沈君为了陷害你，竟用母亲和瑶儿的性命做局。既然事已至此，那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沈君的身上，这样将军夫人的位置就只能是我的了。林哥哥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因为我，姐姐不会加害伯母跟小妹的，都是我不好。昭昭，不怪你，都是沈君心狠手辣。放心，我定会给你找回公道。君儿，娘想过几天去趟兴国寺，也给你求道平安符，保佑我们君儿平平安安的。娘，娘和瑶儿不能白死。县令为了陆昭昭把所有证据都毁了，但娘和瑶儿不能白死。既然这里管不了他大将军，那我就去御前告状。君儿，娘知道拦不住你，
可是这以妻告夫，可是要受那钉床之刑啊！九死一生，娘害怕呀！娘，女儿明白。可婆母待我如亲生，小妹受我为长姐，他们含冤而死，可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帮凶身居高位，若因巨刑而退缩，女儿余生何安？今日这冤，我一定要告，这鼓我也要敲。我的婆母柳氏一生仁善，小妹谢瑶温婉娴淑，不料天降横祸，奸人陆昭昭与山匪勾结，致使婆母重伤不治，含恨而终。只有大悲剧啊！小妹惨遭凌辱，清白尽毁，绝望自缢。而我的夫君谢灵，身为神子，身为兄长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明知亲母亲妹遇险，非但见死不救，反与绑匪勾结，沆瀣一气，包庇纵容，销毁罪证。哎呀，太不孝了！今日击死宋文，这什么人呢？不为己真是不像话呀！只为含冤九泉的婆婆和小妹讨个公道，请苍天变正见。好，说得好，沈娘子大义。古有提营救父，现有沈君为婆母鸣冤，此等忠义，感天动地呀！请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，请山河正续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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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肃静！沈君，你激登文谷，状告亲夫谢灵以及民女陆昭昭勾结山匪，谋害刘老夫人与谢瑶小姐，且谢灵包庇罪犯，见死不救，可有实据？你可知道，依律法，以妻告夫需先受钉床之刑，若熬不过去，那便是诬告，需要罪加一等。你可还坚持？民妇坚持。婆母与小妹尸骨未寒，民妇岂敢退缩？请大人行刑。民妇愿以血肉之躯证我所言非虚。沈君，你个毒妇，害死我娘和瑶儿还不够，竟敢血口喷人，污蔑昭昭勾结本将军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徐大人，此女心如蛇蝎，她的话半个字都不可信。大人明鉴，民女冤枉啊！姐姐一直嫉妒林哥哥待我好，因此她定是怀恨在心，故意将脏水泼在民女跟林哥哥身上。民女百口莫辩啊！沈君，以妻告夫非同小可，若无铁证，你这顿刑怕是要白受了，你明白吗？大人，我明白。民女若有半句虚言，甘愿天打雷劈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婆母是为了给谢灵求平安符，才会遭此恨祸。瑶儿豆蔻年华，若非被兄长当街辱骂失贞该死，怎会自尽？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因谢莲偏听偏信，无情无义而起。至于证据，世子殿下手中尚有残存口供。民女今日不为求活，只为求一个真相大白，求大人行刑。民女愿以血证清白，只为给婆母和瑶儿求一个公道。莫说是钉床，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闯得。既然如此，来人，是上钉床。哎呀，这钉床伤了，这滚完还能下得来吗？大人，婆母是为谢灵祈福，才遇害的。谢灵她见死不救，包庇真凶，
陆昭昭与山匪勾结，瑶儿是他们害死的。此等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徒，何以为人？畜生！谢灵，你就是个畜生！你娘白养你了，你妹妹白叫你哥哥了，你眼瞎心盲啊！青天大老爷，您都看到了，沈夫人是在拿命告啊！求您严惩谢灵和那个毒妇。肃静，肃静！赵世子，将你手中残存的证据呈上堂外。谢灵、陆昭昭，沈氏以命相搏，尔等还有何话可说？陆昭昭，这残存口供上，山匪指认，乃是你亲自在谢府门前指使他们劫持刘老夫人与谢瑶乘坐的马车，并且提前预付定金。你作何解释？假的，大人，这都是假的，这是污蔑。一定是赵世子跟沈君串通好了，一起来陷害我。那山匪定是也被他们收买了。那口供也是伪造的呀。林哥哥，我是清白的，你相信昭昭，你相信昭昭啊！他们容不下我。徐大人，仅以残存口供，焉知不是他人冒充昭昭笔记，或是这山匪胡乱攀咬？沈君恨昭昭入骨，赵世子，哼，也未必公允。谢灵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。你说口供残缺不足信，那人证在此，带人证。证据都在这里，还追呀？把头抬起来，看看你旁边站的，可是当日指使你们劫持马车，并支付你们银两的女人。谢灵不是将山匪都杀了吗？怎么还有？是的，就是这位陆小姐。那天在谢府门外指了一辆马车，说里面坐的是沈夫人，让我们跟着，找个僻静处动手。之后我们告诉陆小姐绑错了，她还让我们动手。原来你想绑的是我，只是绑错了人。你胡说！你骗人！你是血口喷人！林哥哥，他撒谎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一定是沈君收买的他来诬陷我的。昭昭，所以你早就知道马车上坐的是我母亲和小妹。你如此恶毒！对，没错，就是我，他沈君。同样出身低贱，凭什么他就能做到将军夫人的位置，而我只能做一个外室？还有那个蠢货，明明知道他杀错了人，不过那个死老太婆和那个小贱人也不同意我嫁入谢府，那是他们活该，他们死不足惜。这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温柔善良的救我性命的陆昭昭吗？还有你，谢灵，你更是个蠢货。我说什么你都信，我只要流2滴眼泪，你就心疼的不行了。把沈君那个正妻踩在脚下摩擦，把你亲娘亲妹的命都置之不理。我看着你为了我，亲手把他们推下地狱，痛快，真是太痛快了！昭，杀了你！住手！来人！该死！死不足惜！谢灵，你以咆哮公堂，意图当众行凶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君儿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眼瞎，是我心薄，是我害死了瑶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君儿。谢灵，收起你虚伪的忏悔，太迟了。君儿，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。我再也不见这个贱人了。以后我只信你，我只对你好。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求你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！你真是咎由自取，偏信偏听，害人害己。就是伯母闭眼时，你在陪陆昭昭赏花；瑶儿自尽时，你在给陆昭昭上药。我在府门口磕头求你救救他们时，你骂我丢人现眼；我在钉床上，你还在为他开脱。你的情分，你的信任，早已被你亲手撕碎，一文不值。
我今天来公堂，是为给娘和瑶儿讨公道，不是听你摇尾乞怜的。来人，将这罪妇拖下去，听候问斩。大人，圣旨下，众人接旨。谢灵包庇真凶，致生母惨死，胞妹受辱自尽，其心可诛，着即重则30军棍，罚没家产，贬为庶民。怎么会这样？沈君孝义感天，为惨死婆母小姑鸣冤，受钉床之刑，以血正冤，着即赐真义夫人诰封，享3品俸禄，并准其与谢灵合理，婚嫁自由。钦此。好啊，好啊，大快人心！多谢皇上。皇上圣明，真义夫人当之无愧，谢灵罪有应得。来人，把谢灵拖下去，重则30军棍，带走。君儿和离了，君儿不要我了，君儿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君儿，君儿。娘，瑶儿，你们的大仇终于得报了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娘，瑶儿，仇报了，可这心里为何还是空的？陆昭昭，都是那个毒妇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！这样君儿就会原谅我了，一定会的。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，还便宜他！我要亲手把他带到娘和瑶儿面前，用他的血祭奠。这样君儿就能明白我的悔恨，就会回来的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嘘，别说话。想要更多金子吗？把这个丙字7号牢房的女人放出来，就现在。丙字7，这里面关的可是死囚陆昭昭，明天要砍头的，你疯了？对，就是弄出来，这玉佩给你，事成之后更有重金。谁？林哥哥，是你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你是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快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！快点，巡逻的要来了。林哥哥，我就知道。闭嘴，跟我走。林哥哥，你弄疼我了。你是来带我去安全的地方的，对不对？你还有钱吗？我们得赶紧离开淮阴了。去哪儿？当然是去见我娘和瑶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谢灵，你疯了！我要离开这。看什么？来给娘和瑶儿赔罪啊！用你的血，你的命来给他们磕头忏悔。说你是怎么害死他们的？不，谢灵，我是救过你命的人，你答应过我，要保护我一辈子的。谢灵，闭嘴！你的命是我救的，现在我要把它收回来。看着他们，说，把你做的恶事一五一十都说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舌头。我说，是我让山匪杀了他们，是我让他们不留活口，是我嫉妒柳氏偏心石居，是我和谢瑶能嫁入高门，这一切都是我，可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爱你啊！害我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害我被贬为贱民，也是爱我。贱民，你被贬了？谢灵，我呸！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活该你娘被杀，
活该谢瑶被糟蹋，活该沈君不要你，你就应该烂在泥里。说呀，继续说呀，毒妇，我送你去见阎王，说个够！娘，瑶儿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给你们报仇了。这下君儿该原谅我了吧？也该回家了吧？谢灵，谢灵，君儿，你来了！你看，我把这个毒妇杀了，我把这个害死娘跟瑶儿的毒妇杀了，就当着娘跟瑶儿的面，我给他们报仇了。君儿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谢灵，你真是无药可救。不，君儿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娘跟瑶儿，也都是为了你啊！杀了她，我们之间就没有阻碍了。我们阻碍？谢灵，我们之间最大的阻碍从来都是你，你的愚蠢，你的薄情，你的眼盲心瞎。你以为杀了他就能抹去你的罪孽，就能让娘和瑶儿活过来，就能让我忘记你对我做过的一切？做梦！君儿，你别走！君儿，你不能走！我只剩下你了，我求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！谢灵，你欠娘和瑶儿的，一辈子也还不清。至于我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婆母留给你的，看看吧。她在临终前想对你这个儿子说什么？灵儿，娘快不行了，娘知道你糊涂，被陆氏那女子迷了心窍，娘不怪你，是娘没有教好你。娘只求你一件事儿，君儿是个好女孩，这些年委屈她了，你若有半分良心，放她走吧，让她带着娘的嫁妆离开谢家，去过自己的日子，别恨她，是谢家对不起她。娘护不住她了。娘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啊！娘啊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凶犯谢灵劫夺死囚，当众行凶，人赃并获，押回大牢，严加看管。是子，带走。娟儿，对不起，下辈子我做牛做马，不偿你。我可听说了这些，哎，也是罪有应得呀！这是人畜畜生，活该！今天谢灵，为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畜生，你也有今天！呸！为了个毒妇害死亲娘亲妹，活该千刀万剐！活该！可怜刘老夫人和谢小姐死那么惨。时辰已到，验明正身，行刑！娟儿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娘，对不起瑶儿，更对不起你，娟儿。娟儿，我谢灵，来世再偿还你吧。娘，瑶儿，所有的债都还清了，我也该开始我新的生活了。活该呀！